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但同时也并发了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问题。生活中大量有价值的物品被闲置、丢弃。以衣服为例，每年闲置废弃的衣服估计超过200万吨，造成空间利用率下降和环境等多方面问题。因此，我们不由得发想，如果这些溢出价值能够被循环消费，对于整个社会又意味着什么呢？花花万物将本着循环再利用的价值初衷，走进各个艺人的家中，寻找可被循环使用的闲置物品，并将符合节目规则的物品进行公益捐赠，使其重新发光。寻找小而美好的价值，擦拭深藏于物品背后的光芒。花花万物，万物皆有温度。本节目由2亿聪明人都在用的超厉害 APP 闲鱼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果品之光敷尔佳赞助播出。在这一季当中，我们真的对别人的家很有兴趣。是，跟我一起欢迎郑爽小姐。其实你上节目是喜欢穿这种类型的，对，因为现在毕竟28了。28为什么前面要加毕竟？28我觉得。我们先看第一部我们拍到了什么？氯化镁、凡士林、醋酸、3氧化二铁。哇哦，这个东西不太能让大家看到吧？所以你真的有做过实验呢？就是给它通电的时候，崩了一下，就把我手真的。你智商是不高啊？可能是。这个是不是结婚的时候，我妈妈说你以后要是如果有什么对人生大事的话，可以用啊。也许你花钱买得到的东西有一些非常珍贵，可是世界上真正珍贵的东西是花钱买不到的，是独一无二的。比方说像小 S 这样的人。那我是不是也得回说蔡康永也是独一无二的？你要不要试试看？有另外一个蔡康永吗？那你可以告诉我们录的节目是什么吗？啊，你们不知道你们在看什么节目啊？啊，让我提醒你们一下，你们在看《花花万物2》。花花万物第2季，本节目是由阿里巴巴旗下让闲置有起来的超厉害 APP 闲鱼独家冠名播出，专业修复，贴心呵护。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果品之光敷尔佳赞助播出。非常谢谢我们的赞助者，让我们可以做花花万物，然后在这一季当中，我们能够陪着大家一起看到好多人的家里面，我们真的对别人的家很有兴趣。是，所以我们派出的代表是奶茶同学，他要替我们去拍摄别人的家。我叫做奶茶，然后现在是 Black Ace 的队长。所以你同时是男团的成员，同时是助理主持。对，那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你了？也倒不会啦。那你站起来，你再去那边让他做啊！哎，拜托，我的地位我是独一无二的。假客套什么？在这一次的《花花万物2》当中，我们请到了独一无二的来宾，这位真的让小 S 都眼睛为之一亮。其实也是客套话了。真的吗？嗯，他出场会对你构成威胁吧？没有人，真的，你现在还有这个气势呀？你等一下敢跟他握手？怎么样？他手里面是有装电极器还是什么？不是，因为你离开你的座位跟他握手的话，你就会被观众看到你跟他站在一起，不管是高度还是腿的粗细。你要搞清楚，我是生了3个孩子的女人。对吧？你现在在干嘛？你现在在穿高跟鞋，因为我本来是穿拖鞋的。最近脚肿的厉害。不要这么家庭主妇好不好？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请跟我一起欢迎郑爽小姐。出我手啊！出我手啊！你到那远方去，看到我们来到外面是拍到我们2个的差别。哎，你没有差了。你好，你高度没有差太多哎。欢迎你。他腿比你细耶。哦。可是若以人类的那个视野来看的话，你觉得他的戏是合理的戏吗？不管合不合理，就是很好看啊。可是你看我是浓天，你很合理啊。我是浓铅合度哎，你不觉得你太瘦了吗？就是因为在拍戏的时候啊。
所以你是刻意减肥吧？对，你刚才那个嘴巴是什么意思？就是啊，我是不用刻意减肥了，我就是靠运动啊，还有一些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就维持现在好的状态。史弟弟，他比赞的时候他会耸肩哦。我也会啊。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请坐，请坐。谢谢。而且你干嘛故意穿学生制服啊？不然嘞，就显小啊，显小，所以你就是存心来跟我比较的，是不是？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一开始姿态摆这么低，你今天会饶了他是不是？饶了他什么？就是不要问他为难的问题。当然不会啊。郑爽呢，这一次让我们拍到的是他还没有真正搬进去的家的替代品。哦，因为他真正的家呢，装潢了2年都没有装潢好。所以你是希望那个家被装潢成什么样子？就我曾经异想天开，有那个效果图来着。我曾经想把那个就是什么种的那种树林放在家里面，然后用玻璃隔离上，我觉得那样多好呀。但我爸就是皱个眉头那样子，特别的不接受。他想法太多了，烦的。所以只是卡在这个玻璃屋上面，是不是？就因为我其实是有点极简的风格，但是我爸爸妈妈喜欢那种就欧式的呀，然后华丽特别浪有水晶漫。吊灯那种。对，然后就这个就纠结了很长时间，后来就说啊，分开吧。就是我爸妈住我爸妈的那一个区域，我住我的区域。哦，所以你每天都会见到他们？对，因为我希望跟爸爸妈妈一起，虽然有的时候我妈妈唠叨自己啊，有点心烦，但还是会觉得在一起挺温馨的。所以妈妈比较啰嗦还是爸爸？就他们都看我眼色。还是怕你就对了。弟弟，你有给你婆婆看过眼色吗？没有，我都还是会礼貌性的回答。但是现在我会说，好了，妈妈，我知道了。我会有手势了。你真的很过分哎，手势很过分。手势很过分吗？你要想有一天你女儿如果只是低着头不说话，你当然觉得自己话太多了。可是如果她说，你会受伤害。我觉得刚刚 give me five。所以我们这一次拍到的郑爽的住的地方呢，是她住了一阵子的，是酒店公寓吧？对的。住了多久了？住了有半年吧。对，算是留下了一些生活痕迹。因为我们去拍了他家，然后我真的好惊讶，他让我们拍这么多东西，他连还没有拆开的送来的快递都让我们拍耶。可是重点是没拆开，你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啊。所以你从来没有买过你觉得丢脸的东西，不能让人家看见的。就我觉得谁都有丢脸的那一面吧。你最丢脸的一面是哪里？不知道啊，让我们看看视频吧。所以我们先看第一部我们拍到的什么。家中的物品很多，可是断舍离的方法很简单。第一步，开家，每期节目将会派出助理主持人潜入嘉宾家中进行物品大搜查。第二步，开了，被带到现场的物品将由主持人和其主人一起还原它的奇妙身世。第三，开舍，每件物品将由主持人判定是否真正的被主人需要，不被需要的物品将会被放置到闲置转让平台进行公益活动。物品主人有且仅有一次挽救心中挚爱的任性保留权。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郑爽的家里有什么东西吧。根据调查，大家对于少女的家最感兴趣的地方有3大重点，就是卧室、衣橱以及少女的快递。而通过搜查这3个地方，我们还可以推测出女生的潜在性格。到底郑爽是不是正如荧光幕前那般少女感爆棚的样子？我们已经来到了爽姐家。哇！经过爽姐的同意呢，她说她的快递可以随便翻阅和看，那就休怪我无情了啊！是一堆樱桃，淘宝小能手，还是水果，补充维生素。好，这个包装的真的很严实。它写的是轻放，这什么水？这个是碳酸饮料，都是一些天然矿泉水。他应该是买这些水用来护肤吧？苦味饮用水好像不是护肤的，苦味饮用水应该不能护肤哎。
然后让我们来打开这个双姐没有拆封的快递，提前帮双姐把快递拆好，我都要被我自己感动了。一个小皇冠，这好像是一瓶酒吗？这是一瓶酒，还有别的东西啊？饮用天然水，6块钱的一瓶矿泉水。什么？一瓶水居然需要 OMG 啊！这瓶水肯定是有不小的来头。架盘天平，他的屋子里都是一群我不太懂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下：氯化镁、凡士林、醋酸铵、3氧化二铁、石蜡、碳酸钙、碘液。实验工业手套，初高中实验视频集，这造钢铁侠，双姐真的。看到奶茶这脸懵的样子，我想你也是满满的好奇，这一堆实验工具到底有什么用途？爽姐，你最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啊！郑爽，所以你真的有做过实验哦？有啊，特别喜欢做这种实验。我只是对这个好奇，然后会觉得，哇，原来生活中这么多东西原来是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你讲一个实验，我们听听看好不好？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已经有做口红的设备。再讲一些轻松的吧。讲一些轻松的。你说你有很严重的实验吗？没有严重的，只是把我们家电路给烧坏了。就是其实是一种那个电波，特斯拉。对，是有那种电波，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很好玩，然后就想自己做那个就是灯泡那个球，就是你一摸它就是发电了那种球，就是给它通电的时候就把那个电路板给烧坏了，好像崩了一下，就把我手真的崩糊了，崩成黑色的了。然后我以后就不太敢做电的试验了。我想说真的是有点危险的。你当时为什么要做呢？只是觉得好玩。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参加这就是铁甲的那个比赛吧，他们都有研究机器人什么的，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玩就突然对电路感兴趣了。所以你只要是觉得好奇它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东西，你都要实验看看，是不是？因为我会觉得很神奇，而且很少有人去就是说真的去研究这个方面呀，这样子。所以你有真的实验成功的事吗？有啊，有过。他等一下会展示给你看一个东西。好。你这辈子擦这么多保养品跟化妆品，你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制作，对不对？你的求知精神呢？没有啊。好诚实哦。所以那就是一个有求知精神的人呢，他想知道世界上事情发生的原因。那是因为他没有小孩 ，OK？我回去还要应付3个小孩，还有公婆，可以跟小孩一起学习。What？ 他连教小孩做家作业都快要发疯。跟小孩一起学习，就是完全会让亲子关系破裂最大的主因。算了，等到你以后有小孩再聊了。我看他这个仙女气息，他可能罩得住，就用一些很缥缈的方法照顾小孩，是不是？你有可能大吼吗？就说不要烦我，我现在正在做实验。会啊。对谁吼？就我都生气的时候，对妈妈爸爸会有，比如说他们把我某样东西丢了，我不想让他丢的时候，就会大吼啊。你刚刚有一瓶那个矿泉水，然后它主打什么？就因为我好奇它为什么卖这么贵，然后包括市面上喝的水，其实它的制作成本也很便宜，但是它却可以盈利这么多。我们现在是在聊生意经吗？因为我很惊讶听到他说出来水的成本，就是很少人会聊成本啊。所以我想说，他为什么会有人买这个水？看完之后就退掉了，然后说哦，原来长这个样子，就满足了。所以其他那些水是你真的要喝的，是不是？不一定吧，就看一看，好奇。有个是带电的水，就是说在触到瓶的第一口会触电。真的假的？那个应该有，你可以试一下。你有带来吗？有。让我们看一下你带来什么来。都是水。最贵的那瓶有来耶。有。可以拿来给我们看一下吗？
还有小皇冠。所以你说你不会推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喝一下？可以喝呀，当然可以了。拍这么多的戏，这水还请得起的。喝。你要是喝了的话，我们这瓶就不能拿去闲鱼 APP 了耶。哦，没事喝吧，我请得起。不是这个，不是请得起问题，是你没有让他去做公益，比较能够发挥它的效果啊。那我这样子吧，我把水喝完了之后，给他这个瓶子签一个名字。好。哦，那我觉得他铁了心想喝一下。哇，应该就是水吧？它一定有什么功用，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你有喝出什么吗？没有，这是水。我真的想要讲一些什么说不出来。就是水啊，就是水，就是水，就是包装贵。你说里面有一瓶是喝了会电的水吗？嗯，对，是哪一瓶？我看一看啊。我看一看啊。你看他是不是很灵活？他又跑过去了。我也去看看。哪一瓶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吧。这个还有一瓶是就是比较苦的水。那你要苦的还是被电？你选你。我很怕被电哎。那我被电好了。那你要喝苦的吗？郑爽你也要啊。啊？我没有想体验，我想看你体验来着。你跟唱歌一起被电快点了。真的吗？好，没问题。快特写准备好了，各种机位。就这个，就只有第一口价格就38，然后之后就它是说正常的水的味道了。我居然没有被电到哎！有被电到吗？没有，没有。我买到假货了吗？没有。你喝喝看，你喝喝看。你演技哎，你的演技很浮夸哎，没有被电到对吧？你们有点尝试好不好？一个塑胶瓶用扭的就打开了，为什么会被电到？因为他可能买错了。你买错，那可能是不同啊。哎，其实你智商是不高啊，可能是不是很高。好了，我来喝一下苦的水，总不会骗人了吧？好会演哦！不是真的，真的很苦吗？不可能！你喝喝看，哪有苦的水？你自己喝。你喝喝看，你喝喝看，你真没买错。真的是苦的，对，真的是苦的，回味都是苦的。为什么有苦的水？它是要促进健康吗？还是干嘛？好像是说这样子。郑爽，如果没有我们节目，你就自己在家里面默默的尝试这些水吗？不，因为这些这都是有销量的，而且这些的销量都不错。我就是想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些人会买这些东西。我想说自己能不能以后会自己的公司啊出一些水啊，可爱的。所以，亲爱的，他所买的这些水是去还是留？我决定。去吧。你有一次权利可以任性的保留否决徐熙娣的决定，所以这次你有要留这些水，还是让他走？让他走，好，水就进车子了哈。真是苦的。哎，你看他刚刚做苦的表情，怎么样？忘记了，到时候看回放吧。我刚刚也觉得好苦啊。你
针灸啊。好，奶茶，我们刚刚看到你所拍到的，除了有水之外，还有一套东西，我们很好奇，你有带来吗？有。好，请给我们看。这就是刚才那一套，那个化学东西，对，那一套都带过来。所以化学家郑爽要现场演示给我们看呢。谁要戴防毒面具吧？所以等一下不会有爆炸的场面吧？我们节目就录到这一期就结束了，整个摄影棚都烧烂。好，请拿出来吧，我们要让郑爽表演给我们看了。好，虽然我主持了这么多的节目，我还是没有见过这个场面，就是美少女偶像要做化学实验给我们看。请问你现场要做给我们什么？口红，就是现场做就可以擦在嘴上的吗？这个因为买的东西都很便宜，因为我只想知道它的一个流程，所以我觉得不要试在嘴上了，因为这整套下来才58。所以你现在可以开始展开制作口红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把这个预热给开了。请问你成功制作过几次了？这个是第3次。你男友喜欢你擦什么颜色的口红啊？甜杏仁油，这个就是制作口红的基本油。所以你有在你男友面前做过实验吗？啊，我感觉我加多了，我看啊，对，没加多。你在男友面前穿什么啊？这个叫小竹树蜡，这个是管口红的韧度的。你在跟谁说话？你现在在干嘛？搅拌了，这个叫做白蜂蜡，这个是负责口红硬度的。我可以要一支超硬的口红吗？超硬的是要超硬的戳人家吗？对啊，到时候实验不成功了该。所以搅拌完之后就好了吧？就好了，就只有上膜脱膜就好了，就直接。我想想啊，先到这个里面，然后到这个里面，然后再抠那个，对。你到现在为止有感受到一个美女在家里做这个的乐趣吗？完全没有。你不好奇吗？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口红卖那么贵吗 ？No。亲爱，你现在在干什么？因为清理一下，要不一会儿还工作人员收拾吗？我把不用的东西就收起来了。好。就是冰箱的话5分钟，要是说常温的话30分钟。家里面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女生，好像充满了生活乐趣。所以你希望家里有一个女生时不时的做实验给你看，是不是？因为这样她就不会来烦我啊，她就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你就不要有这个人的话，不是更轻松吗？也对。对啊，不然他做实验你还得说哇辛苦了哦，原来是这样啊，还得跟他做一点反应。所以你做实验的时候是自己就好了，一个人就好了，对，不需要男朋友陪在旁边说哇好厉害哦。当然不用。所以你实验如果成功的话，会说你看我真的做出来口红了耶。因为我觉得就是让我喜悦的点说哇，原来这么便宜就可以制作一支口红，原来口红的成本是这样子，以后可以有的赚了，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你希望以后就是成为化妆品的制造商，是不是？没有，我就是因为很羡慕那些人，就是说天天感觉他们就是真的是可以躺着挣钱，就一片面膜本来成本就是几毛钱，但是我可以卖上几百上百。可是躺久了对脊椎不好哎，就是一种形容方式了，我觉得。I know。口红好了，哦，来，请稍等啊。你现在要见证到化学家的诞生时刻了，他的口红真的做出来。哦，出来就这样子了，很像真的口红啊。它应该就是真的口红吧？这样，但你不要试嘴上就好。我试手上。哎，给镜头看一下，真的有，这是橘色哎，成功了。所以不能擦在嘴上吗？我觉得不要擦，我不建议你擦。还你，还给我好了。哎，很厉害耶，这么短时间就完成了。对，你听郑爽这样讲，好像觉得他很在意赚钱这件事，可是他有一个很惊奇的习惯，就是他不喜欢接他不了解的商业代言，所以有很多化妆品、保养品或者是吃的喝的找你代言，你推掉了，
我会觉得，其实他们挣的钱也都是从消费者的口袋里面去挣的这些所有的利润，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它的成分如何？对，它到底有没有真正对得起消费者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你可以先试用啊，如果真的没问题的话，代言也没差吧？那我想说，这个机会为何不留给自己呢？就你要自己制作那个产品，是不是？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干嘛提这一点？就是他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呐、我也是啊，你什么代言都接啊。No， 我一定要是好的产品我才代言。推掉过 ？Of course， 推掉过很多。老人麦片吗？所以他呢就很妙，他买这些贵的东西呢是为了要研究它，然后他对很多东西觉得不值那么多钱，所以自己来做做看，然后就当成生意的立场来考虑它。是，刚才那一箱从事化学实验用的瓶瓶罐罐仪器，请问你觉得去还是留？我觉得，哇，原来这么便宜就可以制作一支口红。留吗？你现在是赌气，你自己要做吗？不是，因为他口口就是从头到尾，他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关于成本，然后未来他要自己什么发展研发，所以那一项东西对他来说应该很重要吧？他用得上。对啊。OK，S 还是蛮尊重研发的精神的。好，我们再看奶茶拍到了家里什么地方？我幻想中的女艺人应该像千颂伊那样，一打开门里面全都是血。但是你们看一下这儿，真的很心酸的3、4双鞋，非常稀少。对，有双鞋还在脚上，而且那双红色的好看吗？这个应该是他的鞋柜。如果里面没有很多的鞋，那会让我很难过。打开3、2、1，都是书啊。看一下少女郑爽姐看的是什么书？上来确实有个蛮少女的，这个叫《桃子手记》，就是感觉还不错，很少女。但你再往后看啊，《谍报传奇》，快速转行做产品经理。我不相信少女的书箱里，不应该满满的是小说或是少女漫画吗？怎么这个书箱里只有满满的金融书籍？鞋子有没有少啊？鞋子就很少呀。那红高跟是你自己买的吗？对啊，200多买的。因为那红高跟还蛮丑的。是吗？因为配了一件衣服要买的。所以其实你上节目是喜欢穿这种类型的，是不是？就是比较轻松的少女感的服饰。对，因为现在毕竟28了。什么你28为什么前面要加毕竟？就因为在娱乐圈28，我觉得不应该算是小年龄吧。所以你是觉得说到几岁的时候，应该就是要自动消失在演艺圈？你不要打扰我，这题真的很想问。没有，演员和主持人不一样。可是刚好我也想，我懂，这演员要年轻，可主持人可以非常老。我觉得你心理建设要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请来的每一位明星，可能都是这个青春年华，你都要这么备受打击吗？我没有青春年华了，在我看来，因为我自己这会触动到你吗？因为连28都很生气，我们后面还有22、21的。没关系，以后那个艺人名单我会彻底的过滤一下。我们只请60岁的吗？你真的在这样想啊？可是你没有给人家任何，你就是少女啊，你何必在乎这件事情？不是，因为其实真的在演艺圈挺累的，因为像就是 S 真的我非常佩服他，就是对，过了几10年，你到底还要设多少冷箭你才高兴？我现在完全认清你了，就是一个假少女，其实心机非常重。没有。我们刚刚是因为聊高跟鞋才聊到这件事的嘛？是，对。因为刚刚他不但问了你高跟鞋，而且还攻击了你选鞋子的品味。没关系啊，当然没关系了。所以说你品味不好这件事会惹毛你吗？不会，就是我心情好的时候都没关系，我跟你们在一起就会心情很好。
可是我心情没有很好哎。是真的不好吗？假的啦，假的啦。哦，会吓死我，因为我会自责的。其实说真的，我也不是那么 care 啦，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今天的状态还蛮好的。可是如果我今天的状态是真的脸肿又略肥的话，我就会真的觉得脆弱。对。好，刚才我们看了呢，一入门的地方就是一箱书以及几双简单的鞋子。书箱里面书的种类有点诡异哈。刚刚那个谍战的是因为我演过一部电视剧叫《绝密者》，所以想找一点就是有没有就是可以揣摩的书吗？对对对。奶茶，你把什么带来了？给我们看一下吧。OK， 让我们打开闲鱼柜。所以这一批书，我想你要决定一下是去还是留。我决定去，要拿去 APP， 拿去 APP。所以呢，我们在当中会选一本让郑爽签上名字，跟他道别。然后我们希望在闲鱼 APP 上面，大家可以争取用自己的公益行为来换取到这些郑爽家里面搜来的东西。所以奶茶，对啊，现在很多人会把闲置的物品放到闲鱼上面去卖。我想选这个，我来，因为这个是以前依林送给我的，是因为我自己有封面在这上面。是你的封面啊？哦，超可爱，那张很可爱。那是几年前的？这是在2017年的，2年前。哇，真的还是有差哎。对呀，对呀，我也这么觉得。谢谢郑爽，您帮我们签好了。那现在封面是爽姐的这本杂志就变得很有意义了。然后我们要继续探索郑爽的家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爽姐的冰箱面前，让我们看看少女郑爽冰箱里都有什么东西呢？哎，等一下，它上面摆了一张照片，哎，这是应该她小时候，她骑滑板。哎，爽姐会骑滑板啊？这个也要放一下。噔噔噔噔，哇哦，全是一些饮料哎，各种粉红色的饮料。爽姐很爱吃辣呀，擀面皮、川味牛肉，全部都是很辣的东西。这是一个肺和停和剂，就这种东西是要喝凉的吗？哇，真的很多冰糕哎。爽姐是很爱吃冰的东西吧？它这里面全部都是冰冻的饮料，我的妈耶！看，已经能发出清脆的杠铃般的声音。这里面这是一盒冰冻的地三鲜、黑椒肉丸、西红柿鸡蛋、鱼香肉丝，也就是说，这个地三鲜跟他们本是一家人，只是它被拆了封。哇哦，爽姐可真的是充分的利用冰箱的制冰功能呢！啊，我知道了，难道这就是她冻龄的法宝吗？往前走就是爽姐的厨房了，你们往这边看一下，跟我预料的一模一样，非常干净，完全没有任何做过菜的痕迹。看这个洗菜盘，真的一点菜叶的渣渣都没有哎。这是所谓的灶台，灶台上面放的不是锅碗瓢盆，而是几件非常粉嫩的衣服。爽姐是真的完全不会做饭吧？我们现在来到了爽姐的客厅，我们直接来看这边有什么东西。又看到了熟悉的朋友，康永哥的情商课，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康永哥的书，祝康永哥的书大卖。爽姐家的餐桌上都会有8音盒这种东西，很少女啊。还有，据说是前段时间被抢疯了的猫爪杯，可怕的是它有 double 哎，2个小黄鸡寻亲记。看，这是你妈妈哟，这还有一个仙女棒，很少女的东西啊，它会发出声响，可能在家转着圈变身拿着这个啊。所以从这些地方看起来啊，爽姐还是很有少女心的，至少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想回家也买一个，就感觉不错。爽姐家的客厅，看这边有个非常和谐的东西，噔噔噔，有个泡泡纸，就可以直接围在身上，没事在家的时候披着它，发呆了、难受了、工作不顺利就。哎，真的画面好好笑呀！哎，可是这个沙发上面的泡泡纸好多都被捏爆了呢。爽姐平常的压力到底你有多大呢？ OK，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爽姐的衣橱，大家也都知道嘛，女艺人的衣橱呢，打开里面都是那种亮片，金闪闪。让我们看看爽姐的衣柜，当，哇，
它里面的衣服真的不像个女人的衣服，这未免也太少了吧？这是里面唯一一件有少女感的衣服，唯一一件，一个超 oversize 的衬衫，我穿起来完全刚刚好，真的一点不大。再看还有这个 Mickey 的裤子，真的都很 oversize， 大的裤子。你看包也很少，就这2个，就是俄罗斯套娃，一个套一个。灰色、黑色，你看都是以灰黑牛仔色为主，而且最里面这一件也是，哇，这件衣服是有多不受人待见，放到最里层哦，看来这件衣服它应该是很久没有穿过了。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把这些全部带去现场，问一问郑爽姐，为什么她这么有公主气息的女孩，穿的全是这么有男人味的衣服？这个衣服，我想你懂。对，其实越宽松的衣服穿起来会看起来更显瘦。对，所以你觉得不能由此来判断郑爽是一个在衣服上不动心机的人？我觉得她的衣服还算是有品味，反而是那个奶茶刚刚拿出来说最显少女味的那件，反而是最丑的一件。那个是为了节目穿一下。所以你平常喜欢穿的比较生活化，因为在剧组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又要梳那个头发嘛，那有的时候领口这边也要宽松一点，就比较好脱，比较好换。可是这应该是因为你临时住的地方，所以衣服才那么少吧？但平时自己的衣服也不多，其实。你靠着这几件衣服可以撑多久？因为其实之前真的是一件衣服，我就可以穿1个星期到2个星期那种一件衣服。你说不洗的状况之下吗？不是，就轮流着这样子。你不喜欢费心搭配？因为其实演戏的时候已经挺费心的了，而且到时候也要穿一些可能你自己并不会觉得那么舒适的衣服，然后就是想让自己就不拍戏的时候尽量的让自己就是放空一些，舒适一些，这样。可是我今天分明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你穿了一件小露肚脐的衣服啊，就是因为粉丝想要你这样子，他们会觉得这样好看，而且。你是说粉丝会留言说我要看你的肚脐，我要看你的肚脐啊？但是大家就想说要看裙子这种，所以那一套是为了粉丝而穿的。对啊，为了粉丝。我为什么觉得你的粉丝可能会留言要看一些不应该看的地方？你会不会很勇敢的就露给他们看？我是可以啊，只是怕被抓。应该不会的，我觉得。会。会吗？他永远都濒临在被抓的边缘。请问你有带来吗？有。好，麻烦你。就是那几套哎。对，我们把羽绒服拿来看一下好了。这件真不是我买的。你可不可以套上我们看看？这件不是你买的？对，你有穿过吗？在那个时候有穿过啊，当然有穿过。他的为难的神色，好像这衣服来自于不可抗拒的对象，比方说妈妈或者是爷爷这类的人。男友哦。完全不合理。这不好吗？你不觉得他穿起来挺可爱的吗？他这个衣服是要保暖啊，可是你觉得他下面那么宽，那个冷风灌进去，你不觉得他会冷死吗？对。所以是谁送你的？现男友啊。现任男友品味是不好的，是不是？也没有，他喜欢好玩的东西，就觉得说穿上像钢铁侠，所以不能丢。对。是怕得罪他吗？就会觉得他不光送了这一件，因为他送了很多件，都是你不喜欢的。也没有不喜欢，只是觉得也很有意思，而且这个是他觉得你穿起来会很好玩的一些东西，他也没有说你一定要穿怎么样，他只是心里想着我这就够了。你敢保证你接下来的人生还会再穿它吗？但是要在男朋友面前，然后把他就说不要了，应该不可以这样吧？这不是你来决定的，是我可以帮你决定。是吗？那到时他怪你怎么办？I don't care， 他是谁啊？我也不会再跟他见面了。S， 这件现任男友送的，我决定。现男友啊，他不光送了这一件。他喜欢好玩的东西，穿上像钢铁侠。
去，因为真的穿起来不好看也不实用，而且好玩就只是他一时说哇好可爱哦，然后就没了。我觉得他开始对你透露讨厌的眼神了耶。怎么样？你现在没有没有，我没有，我是在担心。你有一次权利可以留下啊，你要不要动用那个权利？我不知道后面还会翻出什么，因为哦，好，所以这件衣服呢要离开暂时离开，可是可能会在闲鱼 APP 上受到很大的是欢迎。好，我们看看还拍到了什么。 OK，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说在他家看到少女感最爆棚的一个区域，一个自己搭的小帐篷，以及里面很多可爱的娃娃，让我们坐进去感受一下。做女儿一定很爱。这个作为一个成年人很难进去，但是硬气的话，哦，好像不是很浪漫。算了，哎，这还有一个衣柜的，让我们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啊？他们家的陈列架好像都没有陈列什么东西。对，因为临时住的。这个东西好像不太能让大家看到吧？喂，是优酷八卦万事屋吗？我们这里是花花万物外拍团队，我们的助理主持人奶茶现在在郑爽家的衣柜里面发现一个不得了的东西了。奶茶到底发现了什么？不会是男友吧？男友藏在衣柜里，奶茶藏了一个东西没有让我们看到，是真的很惊人的东西吗？我当时看到是真的觉得很惊人，就是一般人家里不会有的东西，应该说是少女家里不会有的东西。好，我要看。好，哦，龙凤被。哦，应该是被罩吧，床单跟被罩。拿来。所以这个是用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吗？所以这个是不是结婚的时候？这应该妈妈送我的，就是我妈妈说你以后要是如果有什么人生大事的话，可以用啊之类的。他有暗示你希望你早一点结婚还是什么的吗？没有啊，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妈在想啥，红被子你就收下了，不问他。对啊，收下了。所以你妈是特地新买的，还是说从她那一代就流传到现在？在整理床单的时候，我妈觉得它很重要，所以就是给我单独快递过来了。因为是他们在整理的东西，我那个时候在拍戏，因为没有办法自己整理。你到时候结婚真的会铺这个东西在床上吗？到时候再说吧。那件洋装是什么故事？那是我妈妈结婚的时候还订婚的时候穿的衣服吧，然后我妈妈就希望她觉得很重要的东西，看起来并不像那么久以前的衣服。对，而且感觉不是很隆重诶，婚礼应该是要穿长的吧？觉得我们可以问一下本人呢，因为我们今天有把他妈妈请来。好，我们要欢迎郑爽的妈妈出场喽。妈妈。Hello，欢迎你好，欢迎近距离的看一看，好漂亮，谢谢。衣服还可以这样的，幸会啊！您今天穿的也特别的抢眼哦，谢谢，请坐。我坐这吧。好，我们把郑爽妈咪请出来呢。第一个非常感谢她愿意拨冗光临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刚才聊到了红色的床组以及一件当初你婚礼穿的洋装吗？对，我叫它小天鹅裙儿，小天鹅裙。其实它是我的一个少女梦，我就一直留着。我少女的时候就特别流行这样的小公主裙儿、天鹅裙儿，然后没事就让她看一看，就总是希望她将来也是按照这个方向来打扮。觉得她穿的太不少女了。有点。对，妈妈，你送了一套那个红被子给她啊？那一套红被子有特殊的原因吗？也没有，因为我就觉得特别好看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观念就应该打破，不是说最好的东西非得要等到结婚的时候。我觉得好的东西，我就希望它也马上能用上。
可是他那个款式，如果放在他现在的房间，不会觉得太成熟吗？我不会这么觉得，其实我会觉得就很温馨，因为这个是妈妈对我的爱。对，我会觉得就是那种爱，你会觉得有人时刻惦记你，然后你也会觉得很温暖，就那种感觉非常好，并不是在乎他的长相，因为我的家也没有谁参观，只有我自己，就会觉得很温暖，这个感觉非常重要。你用了吗？我当然没有用了。那你刚才讲那段话不是什么意思？舍得用。他真的防得很严是很难摆布的人你有看到她男朋友送她的那件羽绒服吗？看到过。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好看？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就看一看就可以了，就穿上好像不太舒服。这根本就不需要穿到身上，是不是？差不多，反正是有代沟的嘛。要是我，肯定我不会买那样的。所以关于她交什么样的男朋友，你会给她意见吗？会给她意见。你心目中希望她的男朋友是哪一类型的？没类型，我觉得现在就是他幸福，他快乐，这个就是最好的类型。所以她现在的男友你看得顺眼吗？挺顺眼的呀。他等下如果跟你们坐在一块儿，你会很尴尬吗？不尴尬。你们已经见过了？见过呀。很熟吗？还好，因为我这个人属于没有陌生感的人，所以跟谁见面都不会尴尬。没有陌生感。我要看看我们能够找到他哈。是那个坐我们正对面那个吗？你分明就是很想上台嘛，你一个人坐在那儿干嘛？张恒过来吧。你人都来了，不，你要去哪？他要逃走吗？快把门关起来！你不要逼他啊！远远的看的样子，好像还蛮正常的。你在家里头的时候，如果有想讲的话，是跟妈妈讲比较多。就我们都是聊工作之外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聊工作就会触及到我心情，不一定碰哪根弦就碰到了，所以他们一般都不敢跟我聊工作。我现在是越来越了解他了，就是工作是他的死穴，不能聊。对，这个工作其实他累不怕，但有一些压力大嘛。所以如果不小心聊到，你会生气吗？会。就是说你干嘛聊这个，是不是？肯定是会有这样的一面的。我妈妈知道，应该对吧？对，因为我妈一般不会出我这根弦儿，我爸会。聊这个我还是有那么沉重的。你别说了吧。他爸就属于看不出眉眼高低。包括你的眉眼高低，他也看不出吗？看不出。所以就算你跟他使眼色说不要聊不要聊，他还是看不懂，是不是？他是有点这样的。比方说，如果在网络上面得到了一些别人对你的评论，你会去跟妈妈讲说，就这事情很难熬过去，或者是不会讲，然后也不会通电话，近一段时间可能好几个月都不通电话。就是他高兴不高兴就不用发微信，不用打电话，我是能感觉到的。就是那一阵子先不要惹他。对呀，然后就发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发一些小可爱的图片啊，有一些是早间问候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可爱的那种图片啊，早上好啊，怎么的，两个小可爱抱在一起呀，就是。所以郑爽收到这个 OK 吗？对啊，我就会突然觉得就是很接地气的感觉，不会想删掉。不会，我会觉得很温暖这种东西，因为这才是可能老百姓拥有的一些生活，或者是认为美好的东西。你最近有看到妈妈然后落泪过吗？想偷偷的哭那种，因为我觉得哭其实是个挺丢人的事情。因为我妈妈告诉我，就说你如果哭的话，我会更伤心，所以我就记住这句话，所以我一般我就不会告诉我妈，也不会哭。对。好，我请问你啊，女儿这么在乎每个东西的成本，以及很愿意构想怎么做生意赚钱，这个是遗传自你吗？有一些东西是天性，我觉得她从小的梦想就愿意当个老板，所以其实你老板梦真的还蛮强的耶。对啊，我很喜欢经营什么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郑爽如果一开始就选择了从商，然后也有机会就是开公司做生意赚钱，错过了当
演员这一整段没关系吗？没关系啊，因为其实我不太会想，就是如果怎么样，因为没有如果，对，就发生了的事情就是接受它。所以现在被人家黑，你会看淡这一切？我不会看淡一切，我会用选择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所以你会告那些人吗？因为我挺记仇的，会告。你男友喜欢你擦什么颜色的口红啊？其实你智商是不高啊，现任男友品味是不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不会收到什么存证信函吧？不知道。主持到收到来宾存证信函吗？你跟粉丝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是有短暂的粉丝和长久的粉丝，短暂的粉丝就可能会被你一时的这个照片吸引了，就是颜值粉，或者是被你一时的作品吸引了，他们可能是作品粉。那还有一些是被你性格吸引的，或者是看到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这种性格粉。那我其实希望我会有更多的性格上面的粉丝。所以因为我会觉得这是可以去经营下去的一种关系，你要喜欢我一天，对于我没有任何用处，可能只是造成一时的热度，还会让我膨胀。我希望跟粉丝之间都是可以成为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只喜欢你，而是我觉得他们因为喜欢你之后结识了很多喜欢你的人，或者结识了很多跟自己一样的人，他们相识了，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而不是单纯是因为我。所以如果有一天粉丝减少了，我会经营的，好好经营的。他们可以接近你到什么程度？就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人，都是平常人，我可以聊聊家常这样子，可以一起打个扑克，打个斗地主。你有跟粉丝玩过斗地主？希望以后变成这样的关系，真的是这样希望的。好，我请问你啊，今天母亲大人光临，所以人家送的东西，我看你是没有胆子要让人家去掉吧？而且刚刚郑爽都已经发表了那一番就是很感人，要告你的言论吗？就是很珍惜妈妈的心意这类的话，所以去或者留呢？人生大事的话可以用啊，妈妈就希望她觉得很重要的东西。耶，留下哈 ，OK， 好。现在呢，就到了咸鱼擦亮时刻，请郑爽以及这些物品要道别了，让他们在其他的地方焕发新的价值。来，我们把车推过来咯。郑爽，你要跟他们说什么？这是一个伤感的片段吗？不是吧？随便你啊，如果你觉得他们走得很好的话，不用说什么吧。祝你们找到好的买家。OK， 好，所以你们要加油哦。都听你的。本期节目中所有艺人物品都可在闲鱼 APP 找到，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今天非常谢谢妈妈也大驾光临，我们感到很荣幸。然后郑爽告诉我们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在这边也希望你不要告我，好不好？怎么可能？那我们就下一次花花万物再见喽，拜拜，拜拜。本节目是由阿里巴巴旗下让闲置游起来的超厉害 APP 闲鱼独家冠名播出，专业修复，贴心呵护。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国品之光敷尔佳赞助播出。上微博带花花万物参与节目讨论，和嘉宾一起边看边聊。感谢本节目合作伙伴 WiFi 万能钥匙每日优先小红杯。关注燃烧小宇宙 P-School， 你将有机会成为花花万物见习电视制作人。关注公众号瞎操心实验室，了解更多花花万物幕后故事。今天最不舍得的一个物品是什么？是因为来这个节目早有防备，所以自己对自己的家里拥有的东西想一想，存折在身上，身份证在身上，手机在身上，然后就想说都可以。今天通过断舍离，自己对生活跟家有没有新的认识跟感悟？就觉得我家里清静了不少。今天跟康熙的聊天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没有想到他们就是真的问题很直接，对，然后就很有梗，就真的会觉得没有白喜欢他们这么长时间这样的。